大学的张润哲为大家带来使用 Rust 的语言从零开始开发游戏引擎，大家掌声有请。大家好啊，我其实是第一次来这种人数这么多的一个大会，然后也非常荣幸来到这里。然后今天我要讲的议题是使用 Rust 语言从零开始写一个游戏引擎。当然我不是主要去 cover 这个写游戏引擎的真正它的 code base， 而是呢去 cover 写一个游戏引擎，它对于 Rust 语言这个生态和就是说我们如何就是从网上 Rust 语言已有的生态去快速的去出一个游戏引擎的模型，最后跟刚才博士讲的嘛，就是说我们就是主要是关注一些架构层面的因素，而不是说去主要关注它的 code。然后做一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张润哲，在网上你可以看到我一般都叫 LemonHX， 然后我职业就在听网课的学生，然后大学是 Aberystwyth University， 然后我现在在找实习，欢迎大家就是说给我一些 offer 之类的。然后我是从2017年，也就是我16岁的时候开始使用 Rust， 然后那个时候的 Rust 跟张寒东老师说的嘛，工具链非常非常的不成熟。然后但是就是因为我之前是 Haskell 社区的人，我笃定 Rust 的语言会在未来有一定的成长，所以说就开始使用 Rust。然后就是去年我的 GitHub 给我的报告大概是已经有98%、99%的代码都是全部用 Rust 写的。所以说对于 Rust 语言的一些坑也好，一些经验也好，我觉得我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然后那么我们就讲一下我这个 talk 主要会 cover 哪些方面。那么这是游戏引擎架构。如果我知道，如果看到这个标题，你会想到叶老师写的那一本800页大部头的那个书叫《游戏引擎架构》。其实说实在的，游戏引擎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东西，而只不过说它的工程量是比较大的。不过就是通过简化游戏引擎架构呢，我们可以把游戏引擎架构大概拆成如下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游戏循环。游戏循环其实对于我的理解来讲，就是一个大号的 loop， 只不过这个 loop 需要处理更多的信息。还有一个就是说，相信很早之前玩过游戏的朋友们都了解，当 CPU 运行速度比游戏的速度要快的时候呢，游戏的 AI 会比你就是2秒钟过去把你家推了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就引入一个 relative timer 这个概念，这个也是在游戏引擎游戏循环这部分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进行输入输出。我们知道，就是游戏光摆在那儿看是不够的，那是图片，那是影片。然后游戏是需要用户去真正去操作它这个程序。所以说，对于游戏来讲，输入输出 user input output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像任天堂Switch 引擎发的2个新的手柄也好，然后它的新的体感输入也好，它的新的健身环也好，也是探索了更多在游戏上面的一些可玩性上的一方面。所以说，我觉得游戏引擎不仅仅只是一个渲染引擎。渲染引擎我们就讲嘛，渲染引擎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把我们在电脑里面已经存好的游戏的数据，比如说物理的数据，比如说模型的数据，比如说材质的数据，把它这个数据呢进行某些转换，换成三角形，或者就是现在已经光锥流水线已经非常完善了，或者换成光锥之类的其他的格式，换成一帧一帧的图片，然后把这些图片负责画到屏幕上。然后对于一个3D 游戏引擎来讲，一个物理引擎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咱们看第一人称扮演、第三人称扮演，还有这些游戏来讲，它相对复杂的部分就是一个物理引擎。然后我们也知道有一个游戏公司叫 Ubisoft， 他们特别擅长在这个物理引擎这里制造一些 bug。然后最后就是说脚本引擎，脚本引擎其实就是负责写游戏逻辑的。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游戏的开发过程中，你不能完全的去使用 C、C++或者是 Rust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非常 low level 的语言，因为 low level 的语言，它是第一是缺乏可扩展性，第二就是说你不指望一个美工或者说一个写游戏逻辑的人，或者一个就是说写交互逻辑的人去完美的去使用 C、C++ 这种非常底级的底层的语言，或者也不指望所有人去学会 Rust 的生命周期啊，或者宏啊之类这种复杂的特性。我们只是专注于就是说让他们写逻辑，然后我们这个游戏引擎提供的是
以上这些功能。所以说脚本引擎对于游戏引擎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剩下的一些部分呢，就是说其他杂七杂八的部分。然后这些部分就比如说有 UI 啊，然后有那个networking 啊，但是这个我这个 talk 因为篇幅有限，所以说不会100%cover。游戏的输入输出和循环，你看那个在刚才的 Rust 就是之前 Rust Conference 很多人都已经在讲 asynchronous。这现在已经是2020年了 ，Rust asynchronous 已经基本算是稳定住了。如果 Rust asynchronous 都已经稳定住了，那为什么不要去写异步代码？为什么我还要写同步代码呢？然后那个在叶老师那本游戏引擎架构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把整个游戏引擎的加载部分进行异步化，是会还有那个渲染部分去进行异步化，会带来一些质的性能提升。就比如说那个索尼最近的 talk 就是说，PS5它会通过异步化和那个它那个快速的 SSD 去加速那个游戏引擎的读取之类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这里会介绍2个库，第一个是 WINIT， 然后 WINIT 的 Event Loop 的概念，还有一个游戏引擎手柄控制的库叫 Grills， 这是它的那个 GitHub 的那个链接。然后 Talking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This is the code。你看那个左边第一个图片就是讲的是如何使用 WINIT 去构建一个窗口。WINIT 这个库做的很棒，它支持那个 Windows， 支持 Linux， 支持 Mac， 也就是基本你所有见到能开窗口的那个桌面平台。同时呢，还去支持 Android， 它对于 iOS 有一定限度的支持，不过我试过，那个支持非常的糟糕。至少上个版本是这样子，现在我不太清楚。然后，但是它这一套模型、这套思路呢，是非常的，在对于底层开发，对于 Rust 来讲，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行代码是 let event loop 等于 event loop new。首先，它就创建了事件循环。事件的概念就是说，操作系统对于你的从 USB 来讲，还是什么东西外设，传进去了一个那个信号，然后把这个信号那个作为一个 event， 然后整个游戏循环的那个loop 它叫 event loop， 然后我们再启动一个window， 我去这个绿色有点暗啊，就第2行那个用 window 呢，你看这个就是说他们昨天在说的那个 Rust 的那个设计模式嘛，这不是一个 builder pattern， 我觉得 builder pattern 对于 Rust 的语言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毕竟 Rust 的语言会控制一个变量的 mutability， 使用 builder pattern 预先架构好它的那个一个 constructor 之后，去使用 build 好的这些 parameters 去构建一个 immutable 的对象，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对于 Rust 的语言来讲是非常非常有用的，而且特别好控制它的那个副作用的范围。然后我们在第5行开始游戏循环，你看这里是一个move 就把之前的变量全部之前的那些环境参数全部都 move 进了这个 event loop 在的这个 run 里面这个匿名的这个闭包函数。那个匿名闭包函数它会接受2个argument， 一个是 event， 一个 control flow， 中间那个我们暂时不太关心，我也不是特别想讲。然后 control flow 就是说的这个游戏引擎的运行的逻辑。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是 control flow pull 的意思就是无限循环、无限 aggregate 的往下 pull， 因为我们要做的是游戏引擎，不是 GUI 引擎。游戏引擎是需要强制，就是说我 frame rate 当然越高越好，只要不出现比如说卡顿，只要不出现撕裂，当然是越高越好。而就是说 WINIT 因为它还是会那个Rust 语言有个项目叫 Servo， 相信昨天有提到，是一个 Rust 的浏览器项目，那个就是更加专注于 GUI 的实现。所以说那个就会使用下面这个 control flow wait， 就是说我没有事件，我就停那儿，摆那儿一个图片给你看，然后你只要点一下鼠标，哦，我好像开动了。然后那个对于这 control flow， 我们先调节它是一个 pull 的模式之后呢，我们 pull 到 control flow 有 event 进来，我们需要用一个 pattern matching 去 match 出 event。这里 event 主要有那么几点，一种就是说 window event， 一种就是说那个 user input event， 然后一种就是说 main event cleared 的 event， 然后一个是 event redraw requested。然后这个其实它的英语已经非常简单明了，也不用我特别需要说了。然后我们就是说，对于游戏的输入输出的话，我们暂时抽象为右边这个结构体有2个结构体，一个是 input PC， 一个是 input gamepad。input PC 我们看到只有 game down， 然后mouse button down， 然后 mouse position、mouse delta、mouse wheel delta。这几个数据就基本已经概括了正常的用户对于那个
台式机的正常输入输出的所有的结构。然后同时又考虑到有玩手柄的玩家，或者说我们这游戏引擎想 port 到 Xbox 啊、PS4 啊之类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去支持那个游戏手柄。当然 Gross 这个库暂时还不支持 PS4。那个我们会使用 Gross 的就是游戏手柄，它一般有那个 keys down， 它是一个 hard stat。当然这个我就是想以快速呼原型的方式去呼，所以说那个暂时性能还没有在纳入考虑范围，因为现在性能还是可以接受的。然后 left trigger value、right trigger value、left exit value、right exit value 这2个是我们负责我们负责处理那个游戏的输入输出的2个主要结构体。然后通过那个 event loop 之后，我们再处理了 window event 或者说那个user input event， 就是说 PC 的 input event 之后呢，因为它那个 Gross RS 使用了一些不是跨平台的接口，这里那个 WIT 在几个版本之前想要去加入手柄输入，最后没有加入成功，是因为这个输入接口是比较难抽象的，所以说暂时使用那个 Gross RS， 而 Gross RS 它自己有一套 event loop， 所以说这个它自己的这套 event loop 我们应该放在 main event clear， 也就是说我们处理完其他的输入之后，我们把它手柄的出入纳入考虑。它这个其实可以支持多个手柄，但是我们只关心一个手柄，暂时。所以说我们就是首先就是说我们然后那个我们就是说那个gross get next event， 然后去 update 这个 gamepad status， 这个变量是我在这个之前创建的一个临时变量，就是去存储那个手柄的一个状态。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最基本的游戏循环和输入输出的控制。然后渲染引擎这一点我要着重讲一下，因为首先作为一个那个在玩图形学玩的时间比较长的人，我有幸接触到 OpenGL、Vulkan、DX11、DX12等那个接口，然后最终我发现那个其实 Vulkan 这一套接口的抽象是对于现代多核 CPU 来讲是比较有优势的。然后我还会讲一下什么是 WGPU 标准，也就是我今天做这个游戏引擎的那个标准。其实我一开始提交那个 conference 题目是造一个 virtual machine， 因为我在造游戏引擎的时候发现现在游戏引擎的脚本引擎还是有欠缺的。不过就是说那个张东老师当时那个 Mike 老师当时说 virtual machine 已经够多了，你可以讲一下你的游戏引擎，然后我就拿它来去讲嘛。然后那个因为又考虑到跨平台特性和 Rust 一个非常棒的跨平台，所以说我们要用一个更加跨平台的接口去做这件事情。然后第二呢，就是为什么不用 OpenGL？ 然后第三就是说什么渲染引擎，我们想渲染引擎都是一帧一帧慢慢往上堆，就是它是强时间限制、强同步限制的东西，它这个东西居然还能异步，居然还能多核渲染，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把时间推回到5年前、10年前，大家想到渲染引擎如果能多核化，相当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首先就是说什么是 WGPU-RS？WGPU 呢是一个W3 org 提出的一个新的标准，它旨在呢就是说 the goal is to design a new web API that exposes the modern techniques in a performant, powerful, and statement manner its work existing platform APIs such as DX3D12, Microsoft and Metal for Apple and Vulkan for Corners Group。就是说他们把这些我们已有的平台，比如说 DX12、Metal， 然后那个Vulkan 这些就是基本 cover 了所有硬件的那个 render API 这个平台，抽象成一个又安全又好用的一个接口叫 WGPU。但是说实在的，我感觉是前端又想发明新轮子了，找个借口。然后 Rust 的实现呢是这个幻灯片可能有点问题。那个 Rust 的实现是那个GFX-RS 实现的。GFX-RS 如果对于 Rust 造游戏或者造那个 rendering 方面的朋友有了解的话，他是在那个 Rust 做图形接口是非常先驱的一个人。他之前做过一个 GFX 号和一个 GFX， 因为 GFX 过于复杂，而且当时对这个需求不高，所以说他这个项目最终搁浅了。然后等去年还是前年这个 WGPU 标准提出来之后 ，Rust GFX 那群人一看，哟，这不就是我们之前想做的 GFX 吗？于是乎呢，它其实就是一个 GFX 换皮啊，我们说就行了。支持平台我们看非常的广，有那个 Windows 7、Windows 10，然后 Linux、Android、Mac OS、iOS。OpenGL 这里其实不能用的，因为它和 OpenGL 是完全相反的2个概念。然后这个东西主要就是说可以同时还可以支持 Web 平台，也就是它可以在网页上跑。
我们可以在网页上跑多核渲染，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要去讲一下异步资源加载，因为那个我之前会讲到它有异步资源加载，异步资源加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游戏引擎往往需要读取以 MB 甚至 GB 为大小的资源文件，然后读取这些资源文件 I/O 耗时是非常非常的长的。如果这些 I/O 耗时不能去异步化，那么对于游戏引擎这个整个执行逻辑，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常见但非常讨厌的现象，它在读条，它转很长时间，它没转出来。那么这个多半是因为第一资源过大，第二是没有做延迟加载，第三就是说没有做异步化并行去读取资源这件事情。然后 Rust 语言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异步接口，通过这个异步接口呢和它的背后的比如说一些优秀的实现，比如说 Tokyo 啊 Async SCD 啊，它实现了多核的异步编程。通过就是说很简单的使用一个点 await， 我们就可以让这几个 shader 的编译过程变成异步的，也就是这个 shader 在 load 进去编译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干其他事情，然后降低了由于 I/O blocking 造成的时间的浪费。然后多核渲染，多核渲染其实这一点的话 ，WGPU RSS 因为它涉及到比如说跟 VASM 虚拟机的一些操作呀，和一些强化平台的一些操作呀。还有一个就是说 WGPU RS 自己实现的一些问题，它好像把多核之类的接口干掉了。不过我们讲 WGPU 是基于D-12 Vulkan 和Metal 做的，所以说它的 API 是非常非常相似。也就是说你就算学过这3个 API 中任意一个 API 就可以拿出来用。所以说我觉得我可以复用一下 Vulkan 对于 Vulkan 的多核渲染的实现的一些处理，就比如说。相信就是大家应该可能会有了解到有一个 render graph 的概念，其实跟包管理有点像。首先我们就是把所有的 resources render pipeline 串成一个 render graph， 然后在串成 render graph 的时候，一点一点往它慢慢加 shader， 记住不要加成环，加成环你的显卡会懵掉。然后创建完了 render graph 之后呢，我们就是把一个显卡的一帧的渲染流水线已经完全的画好了。然后这时候呢，对于 render graph 的每一个节点，因为它是 DAG， 所以就可以并行的去收集它的 command buffer。command buffer 对于 OpenGL 其实就一个 draw 指令，不过因为我们是并行化，我们先收集一个 buffer， 然后最后呢去多核的提交给 GPU， 因为它们之间没有形成环的依赖的关系，只是一个线性的依赖，所以我们只需要根据它们线性的时间通过分层去提交给 GPU， 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多核的渲染的一个过程。然后因为我手键加了几行代码，然后 asynchronous Rust 调试是非常非常难受的，而同时又涉及到 GPU 操作，所以说我忘了截图。然后这个是上一次构建成功运行出来这个方盒子，然后右边那个是我测试我 Xbox 手柄输入输出一个视频，可以播一下吗？你看这是 Hello World 吗？然后 Xbox 手柄倒是能用。然后由于时间有限，因为这个游戏引擎就是说在爆了 Rust 之后，我觉得因为我上次游戏引擎是使用 Vulkan 接口做的，如果我要把这个 Vulkan 接口做成一个跨平台接口，我需要重新基本推倒重来去做一些其他的支持，所以说我基本就全新实现了游戏引擎。而因为时间有限，在这2个月里面，同时我遇到各种各样的期末考试之类事情，然后回国之类的事情。所以说呢，下面的功能虽然没有做完，但是我对下面的功能还算比较了解，可以大致的介绍一下 Rust 游戏编程相关的一些生态。就比如说物理引擎，我预期采用的物理引擎是 NPhysics， 这个物理引擎已经算是非常成熟的物理引擎了。然后当然没办法去跟Physics X 用显卡加速的粒子物理引擎这个去比。然后还有一个开源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说雷霆快艇这款游戏用的一个 Bullet 引擎。还有我记得Origin 3D 游戏引擎好像它也用了这种 Bullet 引擎，还有Blender 的游戏引擎，它好像也是用的类似Bullet 的引擎。所以说 Bullet 引擎其实现在在开源的游戏引擎上用的非常多的。然后我个人感觉 NPhysics 第一是调用接口非常的精简，然后第二就是说它的完成度已经可以跟那些大的库去比。第三它是纯 Rust， 它只有几十 KB 的级别就可以拉下来用。然后当然这是它的官网。
请自备工具，比较慢。然后同时支持各种各样常见的物理，比如说关节、钢体、软体和布娃娃，这其实已经对于做绝大部分游戏已经完全够用了。然后这个游戏引擎最亮点的地方是它可以编译到 WASM， 完整的运行在 Web 上，这些都是网页上级的 demo。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以后再通过以后的发展，我们所有的游戏引擎可以，我们所有的单机3A 游戏大作可以上 Web， 这是一件非常 exciting 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物理相关的声音引擎。我在做游戏引擎的时候，我找了一圈，我发现居然没有一个算是能用的。然后暂时我就看这3个里面就是还算比较成熟，但是已经弃坑了的3个引擎，可以就是如果有音频相关的专家，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对这方面进行一些更细致的贡献，比如说一个 OpenAL 的绑定 Alto， 这个在 Windows 编译可能会有点问题。然后 Rust 对 Roda 是 Rust 自己写的一个音频处理库，当然现在的成熟度肯定是没法跟 OpenAL 这种大库去相媲美的。然后它封装了一个 Ambisonic， 是提供了类似 OpenCL 的3D 方面的一些音频啊，还算是能动。然后还有一个 Fmod， 这个东西就是封装了用 Rust 去封装 Fmod 的接口，但是好像没跟人家说。第二就是说，弃坑3年了，然后我现在在操心它的那些 license 方面的问题。然后还有对脚本引擎是非常的需求的，我们需要一个脚本引擎去书写，比如 Unity 使用 C# 作为脚本，但编译死了，所以说最后厂商们都采用类似 Lua 之类做的内线脚本。然后 UE4 的话，它的 C++ 因为太魔幻了，被各种人吐槽。虽然它有一层蓝图，然后但它的 C++ 有各种各样动态分发、反射之类的，拿红和模板包在一起的特性非常难学。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要做游戏引擎的话，还是需要自己选一款脚本语言。这是我整理出来的脚本语言，左边这些是使用 Rust 写的脚本语言。然后我个人推荐这个 Gluon 和 Rust Python， 就是 Rust Python 就是被隔壁 PythonConf 拿去用 Go 调用 Rust 的那个Python 语言的游戏引擎。然后右边的话是其他一些脚本语言对 Rust 的绑定，我见过成熟度比较高的就这么3款，然后第4款可以忽略不计。然后总之呢，做一个游戏引擎绝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也并不是特别复杂的事情，主要是对于工程度的理解。然后我觉得游戏引擎相关特性已经能反映了反映这个语言在社区上的支持度和活跃度。相信就是说，对于一个语言而言，它能完美的用自己的语言的所有代码造出来一款完整的游戏引擎，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同时呢，这是相关的代码，如果大家想学习那个对游戏引擎相关的事情，可以去这几个网站去看一下它的教程和资料之类的。比如说之前我们提到过 RVGameET 和 Vulkan Tutorial， 因为 WGPU 的 tutorial 非常有限。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一个 Learn Web GPU 的一个网站，但是这个网站呢，它的那个版本好像落后2个版本 ，API 改了特别的多，所以要谨慎使用。然后最后呢，谢谢大家，还要感谢对我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的那个指导意见的人和我的群友们，谢谢大家。好，感谢张同学。那么在座的各位应该都刷过各种算法题啊，或者多少参加过一些编程